为何雍正刚刚驾崩，尸骨未寒，以仁孝闻名天下的乾隆就迫不及待连夜驱逐先帝身边所有炼丹道士？这桩看似保全皇室颜面的尽孝之举，恰恰是乾隆隐忍数十年，彻底推翻雍正一朝革举的第一记冷血狠手。世人长期被影视剧严重误导，固化认为雍正刻薄寡恩，铁腕乱政，乾隆宽厚仁慈，守成盛世。可翻开真实清史就能发现，雍正的狠全部摆在明面上，是为江山社稷，整治积弊，甘被万世骂名；而乾隆的善全程藏在伪装之下，是收拢人心、独揽皇权的顶级政治算计。58岁的雍正皇帝在圆明园猝然离世，结束了13年极度勤政、争议满身的执政生涯。后世对干以雍正离世的猜想众说纷纭，而事实最贴合的真相，正是后期常年服食丹药，身体累积重金亏损，最终引发突发重疾驾崩。执政后期的雍正日夜操劳国事，体力透支严重，身心俱疲之下，痴迷道家修炼与丹药养生，常年在圆明园设立专门道场，召集四方道士入宫炼制丹药，常年服食调理。这段私密往事是雍正极力想要掩盖的个人瑕疵，一旦公开，只会让大清皇室蒙羞，让一生勤政治国的功绩被流言蜚语彻底覆盖。自幼随侍雍正身边，深得父皇教养的弘历，对宫中所有细节了然当胸。他清楚父皇的身体状态，清楚圆明园炼丹的全部内幕，更清楚这件事曝光之后会对皇权威望、朝堂舆论造成何等毁灭性冲击。但所有人都没想到，雍正刚刚闭眼，朝野上下还沉浸在国丧哀悼之时，年仅18岁，从未独立执掌朝政的新帝乾隆，直接绕开全体辅政大臣，连夜颁布2道极为低调却意义深远的绝密圣旨。第一道密旨，即刻驱逐圆明园内所有助攻炼丹道士，无论资历深浅，全部限期离宫，永久不得滞留京城。第二道密旨，全面封存，销毁圆明园所有炼丹器具、丹药原料、修炼典籍，严禁宫内外人私下议论、记录、流传相关事务，违者一律从严论处。2道圣旨前进利落，毫无拖泥带水，完全不像是一位初登大位、性情温和的少年帝王所为。当时满朝文武无人察觉异样，一致认为这是乾隆体恤先帝、保全皇室名声的贤孝之举，纷纷赞叹新帝心思缜密，顾全大局。可只要深度拆解这一连串操作，就能看透乾隆极致深沉的皇权布局。这从来不是尽孝，而是一举3得的顶级政治运作。第一，快速清除人证物证，彻底掩埋雍正丹药离世的隐秘黑料，杜绝民间流言发酵，保住先帝一身功绩与皇室尊严，不让大清皇权沦为天下笑柄。第二，公开切割雍正后期的执政瑕疵与父皇晚年的治国偏差，彻底划清界限，向整个朝堂释放全新信号。旧朝时代已然终结，新朝秩序由我重新定义。第三，无声试水皇权，低调立威。初继皇位的乾隆没有朝堂根基，没有军政威望，没有心腹势力，满朝尽是雍正留下的老臣勋贵，宗室与官僚集团盘根错节，随时可能架空新君。他不敢上来就大动干戈清洗朝堂，只能选择这种不伤朝局根本却态度鲜明的方式测试朝野反应，震慑文武百官，证明自己虽年少继位，却绝非软弱可欺的傀儡君主。这场看似简单的清道动作，仅仅是乾隆翻转朝局的开局先手，接下来的操作更是完全颠覆世人认知。按照封建皇权与礼法传统，新君继位必然遵从先帝遗志，延续前朝政令，恪守祖制家规，这是稳固朝局、凝聚人心的根本。但乾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，继位短短数月之内，接连推翻雍正多项核心治国政策，全面舍弃父皇坚持10余年的执政逻辑。雍正执政以铁腕著称，肃贪反腐，整顿吏治，严惩怠政，不惜得罪整个官僚士族群体，也要根治康熙晚年留下的吏治松弛、国库空虚、地方积弊等顽疾。而乾隆上位之后，立刻放宽吏治管控，缓和刑罚尺度，体恤官员过失，大量被雍正严惩贬谪的官员陆续被平反复职，重新启用。雍正历经9子夺嫡的残酷纷争，深知宗室结党、皇亲干政的巨大危害，执政期间严格压制宗室权力，约束亲王言行，杜绝宗室参政，彻底扫除皇权威胁。而乾隆继位之后，立刻放宽宗室管控，优待皇室亲族，恢复宗室待遇，一扫雍正时期宗室人人自危、步步谨慎的紧张朝局，一刚一柔，一严一宽，父子2人的治国风格形成极为刺眼的对比，也让整个大清朝堂迎来彻底的风气逆转。很多人疑惑，根基未稳的乾隆为何敢公然推翻先帝遗政，背负不孝之名？答案藏在雍正13年执政的深层隐患之中。雍正以绝对铁腕治国，虽然彻底整治天下积弊，充盈国库，筑牢盛世根基，却也彻底得罪了满朝文武、宗室勋贵、天下士族。长期的高压管控，让朝堂积怨深重，民间舆论暗流涌动。看似平稳的盛世之下，早已积攒了庞大的反对势力。倘若乾隆延续雍正的严苛政令，只会延续朝野对立格局，持续得罪官僚士族，最终沦为孤家寡人，动摇自身统治根基。所以乾隆选择反向治国，以宽待严，以柔克刚，用一次次政策松绑、人心怀柔的操作，免费收拢所有不满雍正势力的支持。他不费一兵一卒，不耗一分国库，
就让满朝文武、宗室士族全部归心拥戴，轻松稳固新生皇权。这盘皇权棋局远比雍正的铁腕治国更加高深。更为高明的是，乾隆从不正面否定雍正的功绩，依旧时时尊崇先帝，颂扬父皇，勤政爱民，功盖千秋。他将所有政策翻盘的原因全部归结为臣下执行过度，政令落地偏差，把所有过错推给基层官僚，把所有美名留给先帝与自己。如此一来，他既完成了朝局翻转、人心收割，又完美保住仁孝明君的口碑，滴水不漏，全盘得利。回看雍正驾崩当夜的2道密旨，就能彻底看懂乾隆的长远布局。驱逐道士，销毁丹药痕迹，从来不只是掩盖先帝隐私，更是与旧朝瑕疵彻底切割，开启全新治国时代的政治宣告。从那一刻起，乾隆彻底摆脱雍正的光影束缚，不再是依附父皇的皇子，而是独揽大权、重塑帝国格局的绝对君王。雍正耗尽一生，甘做恶人，为大清扫平内忧外患，攒下雄厚积蓄，铺平盛世道路。而乾隆坐享所有成果，开局就推翻父皇治国灵魂，用一套温柔却致命的权谋体系，重新掌控这座庞大的帝国。世人只见康乾盛世的万千繁华，却看不懂这场皇权迭代的冷血博弈与人心算计。而这仅仅是乾隆出政洗牌的开端，接下来他即将出手平反雍正重判的八爷大，释放获罪宗室，清洗先帝心腹老臣，一步步彻底抹除雍正的朝局烙印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乾隆明明清楚九子夺嫡的危害，明知雍正清算宗室是为了稳固皇权、杜绝祸乱，为何依旧执意为八爷、九爷、弘时等人翻案？这场看似拨乱反正的背后，又藏住多少不为人知的皇权阴谋与权谋算计？